哇，这次的中美关税大战真的是越来越火爆，这回是真的打起来了。延续我上一篇的报道，这场关税战的起始，今天迎来了2.0版本，事态继续发展，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啊！如果你还没看过前一篇，别忘了先去回顾一下，那里的背景分析能帮你更好的理解今天的进展。你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在结束时去看看。这样你就能完全跟上我们的报道节奏了。你以为接下去的事态关税战只是小打小闹吗？错了，朋友们，事情已经升级到全新的高度了。We have to solve our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, and unless we solve that problem, I'm not going to make a deal. China's paid almost $700 billion in tariffs under me. As I told them, if you retaliate, we're going to double it. And that's what I did with China, because they did retaliate. We'll see what happens with China. We would love to be able to work a deal. They've really taken advantage of our countr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. 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特朗普和中国这两老冤家又开始打架了，而且不是嘴仗，是直接拿关税互扇耳光。一个说我是世界爸爸，另一个说你别想骑我头上。两边上来就是你一锤我一棒，直接干上了。2025年4月17日，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最高达245%的关税。这245%具体是怎么来的呢？125%的对等关税，20%的惩罚性关税。理由是中国在抑制芬太尼走私方面不给力，其余部分为301条款下的关税，范围从7.5%到100%不等。4月2日，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达145%的互惠关税，这简直就是开战的信号。这一下真的是不留情面。紧接着，中国也狠狠回应，对美国产品实施了最高125%的报复性关税。这种对等关税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的大动荡，尤其是科技股，简直被打得溃不成军。而且中国的态度也很明确，进一步的美方关税已经没经济意义，他们宣布不再参与这种数字游戏。为了加码，中国还限制了部分美资企业的进出口权，甚至减少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上映数量。网上一片嘲讽，这是没有反击的筹码了吗？连好莱坞电影都拿出来当要挟，这次真的是两边都狠狠出手，完全不客气。接着4月5日，特朗普政府出了一个豁免对等关税，这突然决定给科技公司放水，免除一些关键电子产品的关税，这包括智能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半导体、内存芯片和显示器等。具体意思是，只要你这个商品中包含有美国的零部件，就可以申请其中的关税豁免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很简单，通货和消费者价格上涨的压力太大了。苹果、戴尔、英伟达这些科技巨头一夜之间松了口气。说白了，特朗普也得顾及美国市场的感受，不然这关税可真是疼到家了。到了4月13日，特朗普又放话了，虽然科技产品豁免，但对其他中国商品的高额关税会继续保持。他想要通过这些高关税推动中美贸易关系的再平衡，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啊，但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算计呢？我看啊，特朗普这招算是在继续压榨中国的一个策略，强硬的经济制裁还在继续。这第二波关税升级大战2.0版本，从特朗普的算盘到中国的回击，两边的策略到底是谁更占优势呢？到底是不是就像特朗普说的那样，关税是致命武器吗？还是中国的反制措施更有深度？我接下来就给大家透透这场背后的心机，看看你该相信哪一方的说辞。这回中国也没闲着，中方表示他们会同其他国家加强合作，共同应对美方加征的所谓对等关税。而且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，无论是其他国家反制美国，还是和美国谈判，都是各国的主权事务，咱们中国不插手。但如果有国家拿着中国的利益去给美国当投名状，那绝对不行，这可是中国的底线，谁敢碰谁就吃大亏。当然，这次特朗普也不是没说话，
他明确表示，他宁愿不对中国征收关税，但认为关税是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有效工具。他还特别强调，我们对中国有一种非常大的力量，那就是关税。他们不想要关税，我宁愿不用它，但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。一听这话，特朗普说的那叫一个霸气。美国从关税上已经捞到大便宜。他说，我们从中国那里收了数十亿美元，之前可从来没有拿到1毛钱。接着他又不忘批评前任政府，指责奥巴马和拜登政府让中国在贸易上占尽了便宜。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。特朗普确实对中国有一种想要压倒对方的心态。而美国前财务劳伦斯·萨默斯表示，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糟糕的经济政策，最严重的自残行为。在电视采访中说道，现在的关税水平比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高了10倍不止。他认为，除了让物价更高以外，任何关于加征关税有其他正面作用的言论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欺诈。他还表示，美国政府肆意加征关税的政策非常危险。马斯克又呛声，特朗普政府决策削减太空科学预算令人担忧。这两人不是一个阵营的吗？怎么掐上了呢？马斯克被削减预算了吗？我们看看特朗普私下又在干什么呢？特朗普及其家族全方位渗透加密产业，合计账面收益已高达接近10亿美元。不愧是顶级商人啊！这做总统只是个职位，目的是全家搞钱啊！不知道在他卸任后会不会被众议员起诉啊？老百姓们也是看得云里雾里，美国的媒体和老百姓天天担忧事态无法收拾，最终惨的还是他们。而特朗普天天在那吹嘘自己帮美国讹进多少钱。特朗普说，你说中国老赖皮，一边从我们这边赚钱，一边还想当老大，门都没有。我现在就加你税，145%起步，你看你还想怎么赚我们钱？还敢不敢狂？要不是之前那帮政府睡着了，你早就被我干回原形了。145%啊，朋友们，这不是加税，是盖楼啊！他嘴上说不想加税，其实就是拿关税当棒子，威胁中国。你要不乖乖听话，我就敲你一下。中国这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立马回怼。你加我税，行，那我也加125%伺候。你那些玉米呀、大豆啊、牛肉啊、特斯拉，我一个都不买。还有你们好莱坞的大片暂停上映，别再想着圈我们钱了，通通加税封锁。我们老百姓每天在网上看着热乎，就像说你不讲理，我也别惯着你。你敢骂我，我就扇回来。中国财务部还放话说，对方这个加税行为没有意义，已经不值得我们再陪他玩数字游戏了。听着是不是像2个小孩在吵架？我不跟你玩了，你太幼稚。另一个还嚷嚷，你不玩我还不稀罕呢。双方你来我往，互不服软。但是背后真没那么简单，这不是小孩打架，这是国际政治的摔跤台。特朗普明面上说这是公平贸易，但说白了，他就是为了拉拢选票，刺激国内制造业。看，我帮你们收拾中国啦！苹果快回来，别老在深圳待着了，快看我跟中国干上了！而中国也不怂，背后算盘啪啪响。你加电子产品税，我自己芯片搞起来；你高科技封锁，我就加速国产代替；你打贸易战，我搞一带一路拉小兄弟。就像你邻居家孩子被打了一巴掌，立马跑回家拿根棍子。你打我，你试试，我不拆你玩具。顺便说下，股市已经开始抖了，美股暴跌，富豪们一夜缩水几十亿，投资人抱头喊：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的钱啊！这是两边都要面子，还得要里子，你来我往，其实谁都不想真打，但都要做出一副我不怕你的样子，就像街头斗狠啊！你不吼起嗓子，对方真以为你怕了。这不是一时嘴快，这是政治秀肌肉，谁能撑到久，谁最后就能坐上桌子谈条件。中国则是端着算盘回击，嘴上互喷，心里都在算计，看着像吵架，其实是在谈判。只不过这谈判桌长得像擂台，谁先眨眼，谁先让步，谁能把话说圆又不掉面子。你看特朗普最近那个嘴巴真是贼能说，他又开始吹牛了。特朗普说，中国一定会就范的，他们最终会答应我的条件，逼着他们屈服。
就这话说的，媒体和老百姓都不信啊，真是不知道他是哪根筋不对，觉得自己是什么国际级的谈判高手啊。你看看那嘴巴比炒鸡蛋还溜，嘴上说的多狠，老百姓就有多急。然后看看中国那边的回应，真的是硬气的不行，人家根本不买账，谁怕谁，咱们不屈不挠，来了就干，关税加1块加10块都无所谓。你以为我就怕你这种小儿科威胁吗？绝对不会低头的，谁敢这样跟美国硬刚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硬派风格，真是吃定了自己底气十足。美国这边，能怎么办呢？一边加税，自己一边疼，心里还得暗自流泪。特朗普就像个闹脾气的小朋友，明明知道关税伤到自己人了，却不想认输。这个老爷爷真是让人又好笑又好疼。你加关税让中国受罪，但自己呢？美国国内的企业早就苦不堪言了，尤其是那些依赖中国商品的制造商，简直快被逼疯了。而且特朗普还能顺势说不怕，我就看你们最后谁先软，真的是让人有点佩服啊。总的来说，这场戏就跟打架一样，两方都是硬扛。这场中美关税大战真的是谁也不肯轻易妥协。特朗普这一边以为自己能压倒中国，但中国一脸不怕的冷静，完全没有给美国面子，硬是顶着。他们这一招可真是硬骨头，不退让还挺有看头。而特朗普那边呢，不光嘴巴硬，实际操作上也开始后悔自己打的这些狠牌了。结果美国国内一些企业已经在想，这日子也太难过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啊。你说谁先软呢？我看最终两边都得找个让步的机会，但肯定不肯全盘给对方面子。结果如何呢？谁能笑到最后呢？美国这边的坚硬脸皮能撑多久？看着中国这边坚韧的姿态，能不能坚持到底？最后还得靠双方暗中交涉，至少也得找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台阶下。毕竟这场戏谁也不想掉面子，最后肯定得找个和解的方式，但绝对不会轻松。我们等着看看，最后谁能先松口，可能得靠最高层的谈判来决定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这出戏还得往下走，特朗普接下去还会加哪类税？中国会不会动用稀土技术卡脖子？全球市场接下来怎么走呢？咱们继续吃瓜，盯住这两个全球小学鸡，最终谁赢谁输，谁先软，谁又死活不低头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，我会亲自回复一些有趣的评论哦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有情绪、有深度的解说，不要犹豫，点赞一下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让他们也来讨论这场全球经济的风暴。还有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爆炸性的分析，每周都有新内容，绝对让你 get 到最新的全球经济动态。最后，你有任何问题想讨论的话题，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挑选一些留言在下期视频中回答，期待和大家的互动。咱们下期见。